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马来亚银行。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马来亚银行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马来亚银行全名为 Malayan Banking Berhad， 简称 Maybank， 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商业银行。Maybank 成立于1960年。为马来西亚华人邱德拔创办。1962年2月 ，Maybank 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1155 Maybank。1965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由于种族社会问题分家。隔年开始，传言邱德拔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向自己的银行借钱注入自己在新加坡的私人公司，导致 Maybank 出现提挤，陷于倒闭边缘。1967年，马来西亚政府接管 Maybank 并进行重组，成为该银行的最大股东。邱德拔最终在1976年辞退 Maybank 的董事职务，最后由马来西亚主权基金国民投资机构 PNB 拥有。在2000年 ，Maybank 成为东南亚首家提供自动提款机和场外服务的公司，主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和菲律宾。2009年，Maybank 与合作伙伴推出全球首个使用进场通信的非接触式移动支付服务。2010年 ，Maybank 在新加坡推出了首个针对中小企业的伊斯兰融资方案。2011年 ，Maybank 启用新标志，新标准保留了黄色和银行名称，只是把老虎头改为更威猛的。2013年 ，Maybank 推出 Maybank to You Pay。成为马来西亚银行第一个可以进行在线购买的平台。2019年11月 ，Maybank 被月度金融杂志全球金融 Global Finance 评选为马来西亚最安全的银行。目前 ，Maybank 在18个国家提供服务，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属于国内市场。马来亚银行的业务多元化，包括伊斯兰银行、投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还有国际业务和联营公司。伊斯兰银行主要分为2家银行，那就是 Maybank Islamic 和 Maybank Sharia。Maybank Islamic 是东盟伊斯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领先提供商。在马来西亚 ，Maybank Islamic 在总资产、总融资和总资金以及所有关键业务领域的盈利能力方面，都是国内市场的领导者。另一方面 ，Maybank Sharia 主要注重于企业银行业务以及咨询服务。Maybank Sharia 的目标是成为印尼和该地区领先的首选伊斯兰教义金融服务提供商，主要是为当地和跨国公司服务，特别是和马来西亚的金融实体双边处理、银团和俱乐部贷款。截至2018年12月31日。伊斯兰银行业务为马来西亚银行在马来西亚的融资贡献了 59%。投资银行也是由2个银行组成，那就是 Maybank Investment 和 Maybank Kim Eng。Maybank Investment 是 Maybank Kim Eng 在马来西亚的投资银行业务，设有7个分行。它提供了完整的投资银行产品和解决方案，包括公司融资和咨询、战略咨询、股票市场、股票经纪、债务市场、衍生品和研究。另一方面 ，Maybank Kim Eng 的业务遍及全球，在新加坡、香港、泰国、印尼、菲律宾、印度、越南、英国和美国设有办事处。Maybank Kim Eng 为各种零售、中型市场、企业和机构部门提供完整的投资银行产品和解决方案，包括通过债券和回购债券进行债券咨询和安排、项目融资、杠杆融资和银团贷款，以及股权资本市场解决方案和咨询，包括并购、收购和战略咨询。保险也是分为2种。一种是常规保险，另一种是回购保险。而 Etiqa 就是 Maybank 常规保险和回购保险业务的品牌，提供各种类型的人寿和一般常规保险单，以及家庭和一般回购保险计划。常规保险由 Etiqa Insurance Berhad 承保，而回购保险则由 Etiqa Takaful Berhad 提供。Etiqa 拥有强大的代理能力，包括8100多家代理商，
遍布马来西亚的46个分行和17间办公室，以及多达490家以上的银行保险网络。Etiqa 目前是马来西亚第一大数码保险公司，总保费超过1亿令吉。资产管理业务是由 Maybank Asset Management 经营，是本地资产管理行业的开拓者之一，拥有超过30年的经验。公司在亚洲提供基金管理服务和投资解决方案，主要的客户是公司和机构、高净值人群，还有大众零售客户。Maybank Asset Management 拥有300多种策略，可运行各种资产类别，并具有可定制成，可用于常规投资和伊斯兰投资。截至2018年12月31日 ，Maybank Asset Management 管理的资产高达260亿令吉。Maybank 的银行业务除了位于马来西亚的 Maybank Islamic 和印尼的 Maybank Sharia 之外，还有多家国际业务以及联营公司遍布在东盟地区和世界各地。国际业务方面， Maybank 在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越南、辽国等东盟地区，以及英国、美国、中国等海外地区都均有银行业务。另外，处于海外的联营公司也有多达3家，就是位于巴基斯坦的 MCB Bank， 位于越南的 Anbin Bank， 还有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 Uzbek Leasing International。现在来为各位介绍马银行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2019年第3季度的损益表显示，公司的利息收入从去年的58亿6500万令吉增加了 4.66% 至61亿3860万令吉。净盈利也是比去年稍微涨了 2.18% 至20亿令吉。除了利息收入以外，这一季度主要增长的有净保费收入和其他经营收入。但是由于利息开销、保险赔偿及索赔费用、手续费及佣金净开销、筹险和伊斯兰保险基金费用负债和税金的变化，以及间接开销的费用增加，导致这季度的净盈利只有小幅提升。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9个月前增加了 4.68% 至8439亿5000万令吉。而当中有关 Fair Value 的项目，正是导致总资产增加的原因之一。Fair Value 就是公允价值，是指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一项资产可以被买卖，或一项负债可以被清偿的成交价格。其中之一的 Fair Value True Profit or Loss 就增加了76亿令吉。主要增加的是货币市场的大马政府证券和外国政府证券。另外的 Fair Value Through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也是增加了整90亿令吉，主要是货币市场的外国政府国债增加，以及 Unquoted Securities 在大马境外的政府债券增加所致。除了以上的 Fair Value 项目，还有就是 Financial Investment at Amortized Cost 和 Loans, Advances and Financing to Customers 都比9个月前增加了，两个总共增加了163亿令吉。另一方面，公司的总负债比起9个月前也是增加了，一共增加了 4.58% 至7619亿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主要使到总负债增加的是客户存款、同业存入及拆入以及借贷。客户存款的增加是由于个人存款和政府及法定机构存款增加导致，而同业存入及拆入是因为持牌银行增加存款所致。至于借贷上的增加，主要都是无抵押借贷在增加。现在来看看现金流表。Operation Activities 在这一季度的支出比去年减少了 11.38% 至114亿4000万令吉。不过由于这一季度和去年的季度没多大变化，所以这里就不解释了。Investing Activities 也是比去年支出少了 10.18% 至2亿4750万令吉，这里也是跟上一年差不多，没什么值得留意。这季度的现金流表中比较需要留意的就是 Financial Activities 了。Financial Activities 的现金流量就比去年大幅度收窄了 187.48% 至45亿6450万令吉。现金流量从支出变成流入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这季度提取了大量贷款，还有发行附属债务和资本证券所致。
总结来说 ，Maybank 是一只大蓝筹股，拥有着超过8000亿令吉的资产，也是唯一一只在马来西亚市值超过1000亿令吉的股票。虽然现在市值已经跌了，不过还是处在于950亿令吉左右。另外，与其他公司不同的一点就是，Maybank 有股息再投资计划，股东们可以选择不要收取现金的股息，而是把股息以更低的价钱再投资去买入公司股份，这样长远下来，股东的股数可以持续增加，股息也自然会增加了。所以，对于那些希望公司可以稳健成长，又有派发股息的股东们 ，Maybank 就是再合适不过了。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